今天又是下午时分出来骑行啊，虽然又是一个阴天，但是也是一个难得不下雨的天气，可以让我继续在这个温哥华的道路上随意的骑行。今天呢，我的目的地把它还是定到了 Richmond。虽然之前呢去 Richmond 那边曾经骑行过，而且还有过一次遭遇，就是到了这个 Skytrain 的车站，被告知车停了，没有车回去了。但是幸好呢，最后还是顺利回到家了就是有过这么一段经历。但今天呢，我要再一次去到 Richmond， 再去一下我很想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渔人码头。但是这边过去呢，路途遥远如果你要从这边直接骑到 Richmond 的话呢，我觉得我的体力不够，就不去冒这个险了。那今天呢，我还是搭乘地铁，搭乘 Skytrain， 然后呢要转车，只是呢比较啰嗦它没有直达的这个 Skytrain， 它必须要去到 Waterfront 那边转 Canada Line， 就那条线呢是一条连通机场或者呢去到 Richmond Center 的一条路。那我呢就想到了那头到了 Richmond 的地界的地方有个 Port Bridge， 那个车站呢边上有一个 Richmond 的赌场 Casino 当然我只是经过一下而已。在那边呢，我就打算沿着 River Road 一直骑下去，骑完我上次没有骑完的一条河边的骑行道在那边呢看看试图能不能呢从那里直接去到一个大的公园，然后从那个里面呢骑到 Stevenson 渔人码头去大概是这么一个规划。好，现在呢到 Edmonds Station 进站去。车很快就到了，还有1分钟那我们就等待上车。到了 Waterfront 转车地方呢，在我进行录像车上我们就不录了，以免打扰到车上的乘客。我还是放弃了到 Waterfront 去转车在 Main Street 的这个站呢就下来了，因为这个车太多人了。Thank you. So go on the side so you can put a bike up. All right. Okay, thank you. Is he fair? That's a bicycle. Bike. Sleepy? Is he right? Oh no. Please don't be sleepy. 1 hour later you can be sleepy, okay? Have a nice day. You too. 现在呢，我要从 Main Street 这个出口出去昨天其实就从这个出口出来，骑了一段的另街。但今天呢，实际上我是要去转车那原本呢，去到 Waterfront 是最容易转车的，但是呢，要多坐很多个站今天这个车厢里面非常多人，
所以我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啊，毕竟横着一个大单车在那个地方，阻碍人家在车厢里面上下车和走动，所以呢，我还是自觉的从这边就下来了。然后呢，我想去走一段二街。然后呢，就直接转到二街，看看去找一下 Olympic Village 这个车站啊，就是 Canada Line 的其中一个站。我相信应该不会很远啊，去找找看。今天搭乘 SkyTrain， 我没想到今天有那么多人。本来我想着不用上班嘛，因为今天是周末。就应该比较少人搭车才对啊，结果我忘了啊。其实呢，礼拜天呢，它这个票价是有优惠的，就所有的钟，就是一共3个区啊，全部都是收1个钟的钱。那这样的话呢，只要花2块8毛几啊，你就可以出行去到你想要去的任何地方。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跟这个经济上有关啊？当然，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在地铁里面，这个小小的车厢里面横着那么大个单车，确实对大家不是特别好。所以呢，我还是从善如流啊，骑到了街上。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二街这条街上了。这边呢，我感觉啊，正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起了好多新的楼，因为这边离downtown比较近啊。现在我骑过这条叫 Quebec Street 这条路。所以只能说呢，温哥华的一些老的城区啊，像包括我昨天骑行了很长一段路的命街，它确实很难改，但是呢，也在一段一段的改。总之呢，加拿大人这边办事啊，还是缓慢的推进，一步一个脚印啊，就跟他们修建很多马路，包括重新来划分一些区域，来改善这些街区的景观等等，他们还是会一如既往的向前推进。而且呢，相对来讲啊，他们还是按照他们认定的一种质量，就是不求快，但求保证一定的质量呢，慢慢的去达成，完成任务。你看啊，这条街的右侧完全是崭新的面貌啊，这个是以前所没有的。但我相信呢，这也是跟边上一条 Canada Line 新的 SkyTrain 的线路的开通是有关系的。就本来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好地方，又是和downtown歌尔海相望，前面呢又有 Cambie 桥，再加上有这条新的 SkyTrain 的加持，去到机场就非常的方便。所以这个地方呢，优先的被考虑改变了面貌，我觉得非常的合理啊。
你看啊，这边呢还保留着一些以前那种红砖的建筑物，但这个四周呢，全部是比较新的那种，楼层不是很高，但是还是很不错的那种公寓房子。楼下呢，都已经做了商店街的模样了，我觉得这样的安排是很不错的。前方的牌子呢就写着 City Center， 但是我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啊。我相信就这附近有一个车站。哦，还不错，这个车站原来就在我跟前了。这个就是 Olympic Village Station。我上次其实到这边来搭乘过一趟地铁的，原来在这，非常方便的地方。好，这样呢我就不用到Waterfront去转乘。同样呢，这边也有 SkyTrain 的车站啊，而且还省了几个站。我记得呢，这边还得要再坐一次这个电梯才能够下到站台上。我刚刚忘了关这个相机了。现在呢，已经从温哥华来到了Richmond，正在过这个桥。过了桥呢，我就下车了。The next station is Bridgeport. Change here for trains to Richmond Brighouse. Exit here for bus connections to Swanson Ferry Terminal.现在呢，我从这个 Bridgeport 下车了。地图呢是这么显示的。我从刚刚的 Olympic Village 一直下来，过了 Marine Drive， 过了 Fraser River， 就到了 Bridgeport。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 casino，
然后另外一条线呢就去到机场，另外一条呢就直接去到Richmond Center 那里。但是呢，我在这边下车，沿着这个河畔就骑到那里去。趁着现在等电梯的时候啊，就看一看啊，对面这个呢就是 Casino， 你看啊 ，Casino Resort， 这个下面呢是有一条桥可以直进到 Casino 去的，大概是这么一个环境啊。一个非常小的站啊，你看这个地铁呢，其实只有2节，就跟那天我去 Cochrane 的时候是一样的。从这里进去呢，就是 Casino 了。奇妙的呢，它必须分2节才能够坐到那个 street。刚刚呢，我从上面啊搭了1节的这个电梯啊下来，但是只是到了它中间那一层，中间那一层呢就是进站的那一层啊，同时可以去到 Casino。但是你要到地面的话呢，就要再搭另外一个电梯下来，就像现在我这样啊。现在呢，出了电梯呢，就是地面了啊。当然这边有地面的 bus 交通。我呢就准备从这边开始骑车了。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呢，这条应该就是 River Road 了吧。看到不少人骑车从那边过来啊，不知道我的方向有没有骑错呢？
看了一下地图，才发现我弄错方向了。原来我也是在 River Road 上面，但是向着更远的地方呢骑了过去啊。还好啊，没有走很远。我们先掉头。突然发现这边有一条道路啊，写着呢，用你的2只轮子来发现，来探索 Richmond。我觉得这里是一条骑行道呀，看看能不能从这边走呢。我还是觉得这个方向不大对头啊，走到河对岸去了。来到一个陌生地方骑行啊，经常会晕头转向，迷失方向啊。我发现我有点想多了啊，走的路相反了。但在 Richmond 骑行啊，最好的一点就是这个路啊都比较平坦，没有那种太大的坡度啊，起起伏伏。再次经过这个 casino， 这个就是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哟，这条路
哇，居然又不对。应该是这条路。现在呢，我对的就是这条 Bridgeport 这条路啊。这里呢，去温哥华、去机场都是这条路。我现在要穿过马路啊。我的前面呢是一位骑手啊。那他的装备还是蛮齐全的。刚刚前面那个骑手啊，做了一个非常帅的动作，就很高的那个尖台，他一下就上去了，看来是一个骑行的高手啊。但我呢还是悠着点啊，从边上的小路绕过去。但我真的不知道会不会带错路啊。感觉应该从这条路骑过去才对啊。这回呢应该骑对了啊。我已经看到左侧的 Upton Center， 我那天从那边骑过来的。
边呢，我上次经过的 Canada Post， 很多车停在那里。好，骑到河岸去。终于呢，来到了 Riverside。感觉真不错啊！从这里开始呢，就是我上次从对面骑行过来的路了。这边呢是一个游艇码头。我们来看看这些游艇啊，现在已经有一些夕阳的余晖了。其实才3点钟不到啊，但感觉呢，已经日近黄昏的感觉了。好，继续往前骑。这个是一个 Yacht Club， 就是那种游艇的俱乐部。这是一个海军的办公室。到了这边呢，就有一种休养生息的感觉啊，就在一个非常好的自然环境当中，大家可以放慢节奏，放松心情，可以治疗一下自己在生活当中承受的压力啊，所带来的心灵的不同程度的创伤，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疗愈的地方。我记得我上次就从前面一条路拐进来，在这边呢还骑行了一圈啊。
从这边开始呢，这个左侧就有很多的房子，这房子都新建的。前面呢就是一个以前办冬奥会的时候的一个场馆。上次呢很不幸啊，就骑到这个附近呢，就下起了雨来了，我就不得不往回走了。但今天呢，我要去达成我上一次没有完成的心愿。先呢要经过这个奥林匹克中心，就是我眼前的这个奥林匹克中心啊。今天好像人很多呀，应该是开放日啊，很多人在这边进行各种体育活动。你看，很多小孩子穿的短裤、短衫啊，哇，这当地的孩子真的不怕冷啊，这一点很厉害。前方这个桥呢，应该就是最后一座去机场的桥了。前面呢有一个平台，
我上次就是到这个平台上稍微歇息了一会儿呢，我就发现下雨了，我就从这边往回走了。那既然到这边呢，我们再到平台上去逛一逛啊。说来呢，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平台而已。在这边呢，可以观望一下对面的那个奥林匹克中心，还有这边呢，已经在河边连绵不绝的房子啊，都非常棒的望河的住宅。而对面呢，就是一江之隔，或者是跨海相望。对面呢就是那个岛，那个海岛上呢，就是温哥华的机场。那天呢，我从多伦多回来，坐的飞机呢，刚好在舷窗的边上啊，天气也好，所以我就拍了20来分钟的飞机从温哥华机场这边啊下降着陆的一个片段啊，当然没什么太大意义，就是记录下而已。现在呢，我就来到了机场对面啊，看到有一个大飞机 take off， 这边有很多的一些就像芦苇荡一样的这种枯草，有些呢都倒伏在这个河床上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风景。好，我们还剩点电，继续我们的行程。相信很多人呢是可以从这个湿地走到更靠近岸边的地方去的，但是我们就还是骑行吧。好，接着开始我的骑行。但是呢，我觉得已经骑了相当一段路了，我就在这边呢告一段落啊，就算是这一段我的Richmond第2期骑行的第1段，在这边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啊。但是我们紧接着呢，在接下去的骑行，前面呢要去到一个 Nova Point， 就是在一个很大的公园门前的一个打卡地方，以前呢经常去啊，向那边继续骑行。那我们一会儿见。